我第一次跟师傅跑大车，半夜突然听到有人喊我名字，我被喊得心慌，扒着车窗往外看，却被师傅一把揪了回来。他飞速摇下车窗，把嘴里的烟头狠狠掷了出去，然后指着外面黑漆漆的道路就是一通国骂。我那时年纪小，也不知道师傅在骂谁，只能虾米似的缩在副驾驶，一声不敢吭。后来我独自跑了10多年大车，再没遇到过半夜有人喊我名字的状况。直到3天前，我突然得到消息，我师傅过世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师傅死在冲煞的路上了。冲煞是跑大车这一行的规矩，凡是新开的路，都要有8字够硬的老师傅先跑通一次，其他车才能上路。冲煞的师傅能得到很多红包，有时还有货运公司给的佣金，可也承担着相当大的风险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冲煞的路上会遇到什么。我师傅年轻时经常冲煞，我冲煞的本事也是跟他学的。可他老人家今年已经61了，大车都不开了，怎么可能又去冲煞呢？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赶到师傅的灵堂时，却听里面闹哄哄的乱成一团。别以为你老头死了，钱就不用还了。你儿子呢？别是也死了吧？几个痞里痞气的男人围着我师娘。我师娘把我师傅的遗像紧紧护在怀里，身体单薄又瘦弱。他妈的，你们打算耍赖是吧？那为首的人狠狠推了我师娘一把。老娼妇，问你话呢。我几步冲了过去，一把揪住那带头的衣领。我操！他话还没说完，人已经悬空，被我硬拽着领子提到了我跟前。我长得魁梧，身材高大，面相也吓人，从小就被人说像张飞又像李逵。这几个吆五喝六的混子，在老弱面前还能张牙舞爪，等看见我就变成只会汪汪叫的狗崽子了。你兄弟，你混哪条道的啊？那带头的蹬了几下腿，却连地面都踩不到，说话也跟着磕巴起来。他那几个小弟愣愣地站在旁边，一个也不敢上前。长栋师娘抬头看到了我，浑浊的双眼才流下泪来。我叫龙长栋。我冲着被我拎在手里的人冷声道：我师父欠你们多少钱，以后找我要。再敢为难我师娘，老子剐了你们！我把那几人扔出了灵堂，他们只敢远远冲我比划比划拳头。我一脚迈出去，人立刻跑没影了。我回到灵堂，赶忙扶住摇摇晃晃的师娘。师娘把遗像重新放回供桌上，拉着我的袖子说：长栋，给你师父上炷香吧，他总是惦记你。我跪到供桌前，遗像上师父的脸还是记忆中的样子。我师父是个很仗义的人，一辈子行得端坐得正。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在跑车的路上，那时我刚入行，什么都不懂，第一单就被人骗上了一条还未冲煞的新路。我大半夜开的兴起，突然听到车窗外传来唱戏和吆喝声，还以为是附近哪个村子搭了戏台，就想下了大路去看看热闹。结果我刚刚变道，就被后面一个大车超了上来。你前面靠边停，下车！那车上的司机透过车窗冲我一顿大吼。我又不认识他，看他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就觉得他不像什么好人。我本来不想搭理，可他一直别着我，还一顿按喇叭，按得我心烦。最后我靠在路边停了车。那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但已经快1.9米了，我不怕他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刚下了车，就被那司机师傅钢爪一样的手掐住胳膊，就往他车上拽。哪来的虎小子，不要命了？这是你能走的路吗？你都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走？我不服气，打算跟他讲讲道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我就想去看个戏，是你先别我车的。看戏？那人转头冲我一声冷笑，这里荒山野岭的，你要去哪儿看戏？我被他一问，又被夜里的冷风一吹，突然打了个寒战。本来一直绕在我耳边的唱戏和吆喝声，瞬间化成了山间的呼啸，好像我刚才听到的一切都只是我的幻觉。那天
我师傅就是去那条路冲煞的。他在路上看到我，一开始还以为我是同去冲煞的老手，后来看到我直挺挺的便道，都要朝路边的护栏压过去了，才明白过来我是个啥都不懂的愣头青。好在我还算听话，跟他上了他的车。路上我才第一次知道还有冲煞这回事儿。那条路我后来也跑过，穿山越岭，附近别说村子了，连坟圈子都没有。至今我也不知道那晚我听到的唱戏声到底是什么。经过那一遭，我师父觉得我很合他的眼缘，也很受教，就收了我做徒弟。我在他车上一待就是2年。我师父大名孔甲，收我那年他已经开了快20年大车了，在行内很有名。他对我从不藏私，把一身的本事都交给了我。我就凭着师父传给我的经验和八字够硬，也走上了冲煞跑车的路。30岁时，我开了自己的物流公司，生活美满。可命运却在一夕之间急转直下。我父母先后离世，妻子病故，公司被合伙人做空，而我背上了巨额债务。最难过的那段时间，我本来瞒着师父，他老人家已经退休了，我不想再让他替我操心。可老头还是听说了，他背了几十斤牛肉到了我家，临走时给我塞了一张20万的银行卡。他对我说，常栋，人一辈子哪有一帆风顺的，咱们踏踏实实做人，先想办法把债还上，从头再来。我给师父上了香，冲着遗像狠狠叩了3个头。师娘来扶我，我才站起来。师娘，师父怎么会突然去冲煞呢？刚才那些人怎么回事？师父欠钱，是不是因为帮我？我有些急切，我很怕是因为我连累了师父。不是。师娘轻轻摇了摇头，你师父这辈子都没朝人借过钱，给你的钱也是这些年家里的积蓄。那都怪我个。门口响起一个气愤的声音，是我师父的女儿孔姨。孔姨出生的晚，今年才大学毕业，她双眼通红，两手拎着几袋子纸钱元宝。我赶忙去接了过来，是亮子在外面欠钱了。孔亮是我师父的大儿子，只比我小3岁，没工作也没成家，一直很不让人省心。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？我也是这时才发现，父亲去世，他这个当儿子的竟然没守在灵堂里。谁知道他去哪儿了？说不定死哪个麻将馆里了。孔姨狠狠抹了一把脸上的泪，我赶紧拉着他坐下。别哭了，今晚我守在这儿，你跟师娘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孔姨连连摇头，我不回去，最后一天了，我想陪陪我爸。师父停灵3天，明天就要正式火化了。我跟孔姨在灵堂里守了最后一夜。师父是车祸没的，身体不太好看了，停灵也没用透明棺，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上。只是这一夜快到凌晨时，我迷迷糊糊地做了个梦。梦里我开着大车在路上，外面漆黑一片。突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。这样的事我曾经经历过一次。那时师父就告诉我，夜里开车，车外有人喊你大名，绝对不能回应，最好连看都不要看。可是这一次我在梦里却越来越坐不住了，因为窗外喊我名字的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，是我师父。我伸手去够车窗，想着能看一眼也好，身后却突然有人拍了我一巴掌。我猛地惊醒，外面的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我就坐在师父停棺前的台阶上，孔一蜷在椅子里，似乎也在做梦。我回头看了师父的棺木一眼，抹了一把脸上湿漉漉的。早上9点，师父的老伙计们陆陆续续都来了，大家都是跑车跑了半辈子的人，听到我师父没了的消息，一时都唏嘘不已。葬礼进行到一半，孔亮终于出现了。他混不吝地站在人堆里，家里的亲戚有些想教育教育他，但碍于今天是葬礼，又都按下了。等师父火化完，曾经跟我师父关系最好的老陈把我拉了过去。常栋啊，我听说你师父是没在冲煞路上了，是真的吗？我点了点头，师父是为了帮孔亮还债。哎，那不好办了啊。
老陈叹了口气，干咱们这一行，要是没在路上，那烧三七的时候得开着车去路上喊魂，魂喊回来才好下葬。可你师傅是没在冲煞路上了，这煞没冲完，喊魂谁敢去啊？我去。我想也没想，径直道：我一定把师傅带回来。光你去不行，孔亮也得去。他是长子，他喊魂最管用。旁边听着的老李也跟着道：哎，亮子呢？大家听完都想把孔亮叫过来交代几句，可四处一看，人又不见了。这时候外间的孔姨突然大喊了起来：哥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人啊？这钱你不能拿。我一听连忙朝外面跑去，就见孔亮把一摞现金都塞进了自己的包里。那些钱都是大家来参加葬礼留下的一份心意。孔姨本来在记人情部，没想到孔亮溜达过来，竟然是奔着礼金来的。孔亮，把钱放下！我冲着孔亮怒吼。师傅为了替孔亮还债，自己开的修车行也给卖了。我前不久还给师傅的20万，也是一分都没剩。现在师娘手里恐怕连个买菜钱都没有了。不用你管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孔亮鼻孔朝天地道：你之前还拿我爸好几十万呢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亮子，你这是干嘛？老陈苦口婆心地道：你爸都没下葬呢，你可别闹事了。谁闹了？孔亮嗓门越发大了起来，又不是我让他去跑车的，轮得着你们来怪我？孔亮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孔姨流着眼泪，拿手里的账本去打他，被他一巴掌挥到地上。滚，给你脸了，小心老子揍你！我几步冲上前，拧住孔亮的胳膊，他立刻哎呦哎呦了起来。龙长栋，你想杀人是不是？我爸还没闭眼呢，你敢打我？你等我！长栋，师娘听到动静，被人从灵堂里扶了出来，她脸色苍白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。你别管他，让他走，别让他扰了你师傅的清静。妈！孔姨急得在原地直蹦，师娘却只盯着孔亮道：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良心，你爸37的时候记得回来跟长栋去喊魂。要是没有，以后也不用回来了，我只当没你这个儿子。以后你再到家里来闹，我就叫人打断你的腿。你是我生的，不信你就试试。我松开了孔亮，他还是满脸不服气。不就是去跑趟车吗？还什么冲煞喊魂的，吓唬谁呢？我去不就行了吗？能有多难？老子不欠你们的，这钱我以后也肯定还你们，少一个个端着架子来教训我。孔亮头也不回地走了，师娘被气得差点晕过去。孔姨带着哭腔对我道：大哥，到时候那畜生要是不回来，我跟你去。我爸最疼我了，我肯定能把他喊回来。我揉揉他的脑袋，你放心，我能找到孔亮，到时候我捆也要把他捆到车上去。老陈在一边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转身冲我道：长东啊，你这次一定要小心，你师傅都没走过去的路，这又添了人命进去，恐怕更凶了。我点了点头，当初师傅从路上救了我，这一次换我送师傅回家。离师傅烧37还有半个多月，我把身上的钱都给了孔姨。她虽然不想要，可师娘的身体必须好好保养，她自己又刚刚毕业，挣的工资根本不够花。大哥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我妈跟我说了，我爸给我留了一套房子，我哥都不知道，回头我就卖了。傻瓜，那是师傅留给你傍身的，怎么能随便卖？你放心，大哥有法子赚钱。我没有骗孔姨，虽然我自己也背着债，但我已经还上很多了。只是我赚钱的法子多少有些算牢偏门。我12岁时救了一个掉进水沟的老道人，那老头疯疯癫癫的，说我修罗像菩萨心，这辈子注定要吃阴阳饭，然后送了我一根桃木制的11节打魂鞭。我从前没当回事，打魂鞭一直收在柜子里，直到我的人生跌进谷底。为了还债，我替人洗凶宅断孽缘，打魂鞭便被我请出来带在了身上。其实回头看，我跑车冲煞起家，
离那老头嘴里的吃阴阳饭好像一直也没多远。葬礼结束，我把师娘和孔姨安顿好，立刻马不停蹄地去见了我的客户。这次的客户也是朋友介绍给我的，是一个跟我年纪相当的男人。男人名叫魏章，是做酒水生意的，体型微胖，有个挺明显的啤酒肚。但到底是30多岁的人，怎么着也该有点精神气儿。可我看到的他，就像个卧床很久的病人，连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他见到我也没有很激动，好像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世外高人呢。我就是个普通人。我坐到他跟前。据魏章讲述，他本来也是个健健康康的普通人，就算有些小毛病，也不过是减肥，控制体重罢了。可从今年年初开始，他突然就病了。一开始是头晕，然后是喘不过来气，渐渐的全身都开始痛，就好像有一座山压在了我身上一样。魏章在跟我说这话时，身体都在抖。我什么医院都去过了，什么科都检查过了，连精神科都去了。魏章凄惨一笑，可什么毛病都没检查出来，到现在我只能靠吃止痛药活着。魏章眼眶通红，话里都是不解和愤怒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遭受这些，我努力了半辈子，好不容易赚点钱。我做过很多好事，我献过很多次血，我给孤儿捐钱，我去养老院当义工，我给残疾人提供工作岗位。我自己从小没了爸妈，我就想等自己有能力了，能多帮一个就多帮一个。魏章抹了一把眼泪，像是有些嘲笑自己的懦弱。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好人难道不该有好报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安慰魏章，只能等他慢慢冷静下来。后来家里也帮我找了很多大师，有2位稍微靠谱的说是我的命数被人动了手脚，让我自己找找线索。魏章看起来跟以前的我一样，不太信这些事。可我去哪里找线索啊？唯一有些特殊的就是我总做一个梦，梦里能看到一块大石头，好像是在一座山的山顶上，石头下面都是碎石块和砖红色的土。那石头上面窄下面宽，得2个人才能环抱住，顶上还绕着一圈红绳。我每次做那个梦，醒来都好久喘不过来气。石头，红土。我想了想，这城市附近没有几座山，山上又大多都是树，有碎石和红土的只有东陵峰了。我知道东陵峰上有石头。魏章有气无力地道：我去过很多次了，峰顶都踩遍了，什么都没找到。我请的大师说，让我找个8字硬的，或许能破了迷障，找到那块石头。我跟魏章第2天就去了东陵峰。魏章一路都很沉默，有气无力的，只有接到家里人打来的电话时，才会勉强提起精神，装成没什么大事的样子。我也跟家里人报了平安，我有儿有女，现在都由我岳母照顾着。女儿最是担心我，每天都要跟我通过电话才放心。儿子年纪还小，没事就往我微信上发一些嘻嘻哈哈的动画片。东陵峰不算高，我背了一大堆工具。魏章什么都没拿，爬到一半都差点闭过气去。我的家虽然不在这座城市，但离得不算远。我跟着师傅跑车那几年也在这儿住过，东陵峰附近我还挺熟悉的。记忆里，东陵峰山脚下有很多做棺材、寿衣、纸扎用品的，市里都从这儿进货，导致我很长时间都以为是东陵峰上的树适合做棺材。可现在看来，东陵峰上都是石头，稀稀拉拉的几棵树还没有碗口粗，别说做棺材了，做骨灰盒都费劲。那为什么东陵峰山脚下会聚集了那么多做死人买卖的呢？我有些疑惑。时间快到中午时，我们接近峰顶了。这时四周慢慢起了雾，那些稀稀拉拉的树都渐渐看不清了。魏章已经要爬不动了，我搀着他的胳膊支撑着他。明明是大晴天，怎么好好的起雾了呢？魏章喘着粗气道：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了。我鼓励着魏章，恰在此时突然看到前方的路边蹲着个黑乎乎的影子，仔细看去好像是个人蹲在地上在找什么。
我让魏章原地休息一下，自己快步走了过去，结果走近一看，不是人，是块石头。是我刚才看错了。我顺着这块石头向后面的野地里看去，淡淡的薄雾中，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遍布在山坡上，远远看去，就好像蹲着无数个人，一个个都埋着头在扒拉什么东西。我连忙晃晃脑袋，停下那些奇怪的联想，回身去找魏章。结果这一回头，我吓了一跳，原本该站在路边的魏章竟然不见了。我很怕他出事，急忙往回跑。回到刚才的地方，才看到魏章没有走远，而是在一棵树后面蹲着呢。我缓了一口气走过去，心想魏章可能是太累了。你怎么样了？还能走吗？魏章没有回答我，他背对着我，腮帮子鼓鼓囊囊的，嘴里好像念叨着什么，手还在地上来回扒拉着。你干什么呢？魏章。魏章的状态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抓着他的肩膀把他转了过来，结果愕然发现他嘴里鼓鼓囊囊的塞满了石头。他看到我目光呆滞，竟然还企图把刚捡起来的石头塞进嘴里。你疯了，吐出来！我忙按住魏章，让他往外吐，这要是不小心咽下去了，不噎死也要没半条命了。可魏章死死咬着牙关不肯吐，我抬手钳住他的下巴，硬逼他张开嘴把石头往外掏。魏章挣扎得厉害，不断推搡我，嘴里含混不清地喊着什么。我依稀只听到了一个字：玉。我掏出了魏章拌嘴的石头，把他的嘴角都划破了，蹭了我满手的血。他竟然又去地上扒拉石头。我趁着空档，一把拽下腰上缠着的打魂鞭，空气里莫名地传出了嗡的一声。我朝魏章的背上啪地甩了一鞭，魏章被我抽得一颤，扑通跪在了地上。魏章！我喊了一句，魏章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，紧接着开始剧烈呕吐。我忙拍着他的背，帮他把嘴里的石头都弄了出来。魏章嘴里都是血，但万幸他没有咽下去。我陪着魏章休息了半个多小时，他总算缓过来一口气。我让他用清水漱了漱口，问他还能不能坚持上山，他点了点头。都已经到这儿了，就算要我的命，也得让我死得明白点吧。魏章双眼通红，低声说道。我搀扶着魏章爬上了东陵峰的山顶。登上山顶那一刻，愈加浓郁的雾气缓慢散去。我恍惚间好像看到了数不清的大石头遍布四周，可等雾气消退，我们却连一块完整的大石头都没看见。东陵峰的山顶几乎是平的，地上遍布碎石，除了一片稀疏的林子，几乎能一眼望到头。魏章也有些绝望了，我来过好几次了，这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地上的碎石，突然觉得有些眼熟。我有一个家里开石场的朋友，有一次他们家炸山我去看过，那遍地的碎石跟东陵峰山顶这些真的很像。这山被人炸过吗？我问道。魏章想了想，他是本地人，比我更熟悉。以前好像听老辈人说起过，这山被封过一段时间，好几十年前了。附近的老百姓每天晚上都能听到砰砰的声音。等某一个白天，突然发现这东陵峰的山顶平了一大截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说明东陵峰山顶曾经可能真的有很多大石头。那在被炸过之后，魏章梦到的那颗会在哪儿呢？我向四周看去，东陵峰三面都有小路可以爬上来，只有西北面是一块断崖，十分陡峭。我找了棵还算结实的树拴了安全绳，朝断崖那边走了过去。这面地势还要更高一些，脚下已经是坚硬的岩壁了，人轻易是不会往这边来的，很难找到落脚的地方。魏章爬不过来，只能担忧地朝我喊：你小心点啊，龙哥。我一步一步爬到了断崖边上，这里已经是东陵峰最高的地方了，一阵阵山风朝我吹了过来。我蹲下身往断崖下探头一看，果不其然，这断崖下面2米多的地方有一处平台，平台是向里凹的，从上从下看都很难看到。靠着山壁的地方竟然还搭了很多脚手架，
只是那些架子都已经锈迹斑斑，摇摇欲坠了。我退回了原地，告诉魏章下面有东西，我得带上工具下去看看。魏章不放心，最后硬是跟我爬到了断崖上。他下不去，但最起码能帮我望个风。我在岩壁上打了个钉子，把安全绳拴上，然后顺着断崖往下爬。那平台离上面也不远，我本来蹬几步就到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刚爬到中间，上面的安全绳竟然突然一松。下面的平台本来就像里凹，面积也没有多宽，我要直接摔下去，根本落不到平台上。东陵峰好歹是座山，我到时候恐怕真要粉身碎骨了。而就在我安全绳松的那一瞬间，魏章一眼就看到了，他直接扑了上去，也得亏他有个啤酒肚。他双手抓着我的安全绳，被整个横着拖到了断崖边上，然后被一道石缝卡住了肚子。我就借着那一瞬间的停顿，直接伸手拽住了崖壁上的脚手架。我也不管那架子结不结实了，整个人攀了上去。我下坠的速度停了，魏章好悬，没被我直接拉下来。关键时刻，他也顾不上害怕和疼痛了，他手脚并用地爬起来，重新固定住了我的安全绳。我也借着那些摇摇欲坠的脚手架，落到了平台上。这平台向着山壁的地方，赫然是一处黑漆漆的洞口。洞口四周都是斧凿刀刻的痕迹，这洞是人工开凿出来的。洞口右侧还竖着刻着几个模糊的繁体字：东陵峰玉矿。这山里竟然有座玉矿，以前从没听说过。龙哥，你没事吧？魏章在头顶上惊魂未定地冲我大喊。我没事儿，这下面有座矿洞，我进去看看。你小心啊。我知道。我背上工具包，一手拎着打魂鞭，一手拿着手电筒，朝洞里走了进去。我手掌火辣辣的疼，腿也被狠狠磕了一下。我那安全绳明明打得很牢，怎么突然就松了？我怒从心头起，今天甭管这洞里是什么东西，石头也好，玉也好，哪怕是个佛爷，老子也要敲碎了你。这洞被开凿得很宽，但没有很深，再往里已经被堵上了。而我没走出多远，就看到了洞穴正中央落了一块石头。这可能是东陵峰唯一一块完整的大石头了。它上窄下宽，上面被绕了一圈破破烂烂的绳子。看起来这就是魏章梦到的那块了。这种石头一般是矿里挖出来用来镇矿的，可能也是因为藏在这儿，他逃脱了被炸碎的命运。我把手电筒放到了架子上，然后从工具包里掏出了锤子、凿子和劈石器。当我靠近石头的时候，突然发现石头后面的角落里竟然有一座完整的石棺。我看不出那是天然形成还是人工的。石棺表面平滑，什么纹路都没有。我不打算管它，我打定主意要先敲碎这块石头。我绕着石头走了一圈，找了个好使力的位置，把凿子对准了，狠力一砸。矿洞里当即咣了一声，震得四周尘土飞扬。我没管，连续几锤下去，凿子嵌进了石头，几道细细的缝隙向四周扩散开。就在这时，我余光中那角落里的石棺好像打开了，一个灰秃秃的影子在尘土中坐了起来，看身形很像一个干瘪的老人。他向我缓慢地转过了头，然后张大了嘴，那黑乎乎的嘴里含着一块碧绿的翠玉。妈了个巴子的，等老子腾出手就抽死你！我手上没停，重重几锤把凿子打进了石头，然后拔了出来，准备上劈石器。结果突然身上一沉，有什么东西压在我背上了，阴冷的气息掠过我的后颈。余光中那个石棺里的老头不见了，我浑身汗毛炸起。我扔了锤子，抽出打魂鞭就往身后挥，结果那东西似乎位置刁钻，我打不到。一股恶臭窜进我的鼻子，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好像肿了起来，就像嘴里含了个什么东西。我直觉我没时间了，我直接抄起地上的劈石器，塞进我刚刚凿出来的凹槽里。背上的压力又是一沉，那瞬间我好像都听到了自己的骨头被压在一起的嘎吱声。
我操你妈！我举起扔在旁边的大锤，朝着劈石器的位置就狠狠挥了过去。肾上腺素的爆发让我一口咬在了舌尖上，嘴里霎时灌满了血腥气。大锤伴着风声，借着我的猛劲和惯性，硬生生把劈石器往里砸了半寸。几道巨大的裂缝蔓延开来，我身上仿佛压下了一座小山，吹到我脖子上的阴冷气息都化成了尖刺，扎进了我的骨头里。我噗地喷出一口鲜血，正好洒在了石头上。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觉，身上好像一下轻了很多。我接着举起锤子又是一锤，整个山体似乎都跟着震了一下。我没让自己停下来，叮咣一顿乱锤，劈石器被我全部砸了进去。终于那石头一声脆响，轰然倒塌，整个碎成了几瓣。我直接跌在了地上，喉咙一痒，哇地吐出一口腥臭的黑血。这时候我背上那股压力也没有了，我抓起打魂鞭，骂骂咧咧地朝着那角落里的石棺走去。结果走到跟前，发现哪里是什么石棺，那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石槽，也没有盖子，好像是之前矿里放什么东西的，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把它看成石棺的。这时候我听到魏章在外面喊我，可能是我在里面待的时间太长了，他担心我出事。我听他的声音虽然又急又怕，但完全不像之前那样有气无力了。最后我从那石头旁边一处松软的红土里挖出一个铁盒子，我带着东西爬回了断崖，跟魏章一起打开了那个盒子。里面放了一张黄表纸，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魏章的生平，主要的内容都是他哪年哪月做了什么好事，哪年哪月帮了什么人。另外还有一个密封的透明胶带，里面灌满了深红粘稠的液体。我们来回翻看了2下，就见那液体里浸泡着一块翠玉。我跟魏章开车回了市里，魏章路上就说他身上没那么疼了，就是觉得累，他会找人问问那玉有什么说法，回头再告诉我。至于那黄表纸是谁写的，他说他心里也大概有数了。能那么了解他平生经历的人本来也没几个。我们回去的路上经过了那片专门做棺木纸扎的地界，现在大部分的小厂子已经黄了，路边斑驳的墙上还留有以前的广告语。我偶然看见了几句话，叫今生积德口含玉，来世享福人上人。我一下好像想通了为什么东陵峰下会聚集这么多做阴间买卖的了，恐怕跟以前那座玉矿脱不了关系。只是这口含玉好找，积德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魏章这一单，我拿到了8万的酬劳，除了还我自己的债，我还得帮衬着孔姨和我师娘。好在孔亮的债主最近没有找上门来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己还清了。因为受了伤，我一时也没敢回家，孩子们都小，我怕吓到他们，就在朋友家休养了几天。很快师傅的3期要到了，孔亮这次倒还算说话算话，吊儿郎当的来找我了。看我还开着以前的旧货车，一脸的不屑，我爸没事就夸你，你就混成现在这德行。我懒得理他，师娘他们一早就准备好了招魂幡，只欠元宝和我师傅的牌位。我在车里找地方放好，师娘还给我们煮了5个大饭盒的饺子，就像以前我跟师傅跑车，因为我能吃，我师娘一次就能煮100个饺子，把所有饭盒都塞得满满的。长洞，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。师娘拉着我的手叮嘱，实在不行就算了，安全最重要。老孔不会怪咱们的，他最怕的就是你们几个出事儿。我知道，师娘你放心。我安抚好师娘和孔姨，带着孔亮上了路。师傅这次要冲煞的道路离我们这边很远，在偏南的群山之间，连接的都是极度封闭的村庄和贫困地区。因为路不通，当地的特产很难卖出去，也因为跟外界交流少，那一段路上什么邪乎传闻都有。我们提前2天出发，中间歇了好几次。孔亮从小身体不好，又被迫当过一段时间留守儿童。师傅、师娘从前对他总觉得亏欠，给他惯出了一身的臭毛病。
给师傅喊魂要在烧3期的当晚，我们必须赶到师傅出师的那段路上。白天我们好不容易到了出发地的小县城，孔亮又嚷嚷着要去饭馆吃饭。这个小县城特别穷，饭馆都没几个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个，几乎是半露天的，厕所还是在菜园子里搭的旱厕。吃完饭后，孔亮跑去上厕所，我在外面等他，结果等了10几分钟都没出来，我担心他跑了，干脆去厕所找他。这个地区虽然穷，但植被很丰茂，菜园子里搭了很多棚架，密密麻麻的植物四处攀爬。等我走到厕所附近，一棵粗大的香樟树遮住了大多数的光线，四周变得很暗。我敲了敲木头的厕所门，孔亮，你还没好吗？里面没什么声音，我推了一下厕所门，门是从里面挂上的。这门很简陋，门缝特别大。我往里面看了一眼，黑乎乎的，也看不见人。孔亮，你还在里面吗？说话！我提高了嗓门，说来也怪，这大中午的饭馆都没什么人，四周静悄悄的，里面迟迟没有人回应我。我掏出手机给孔亮打电话，结果铃声响了，就在厕所里面。我顾不上想了，后退2步，一脚踹开了厕所门。几乎同一时刻，一个白花花的影子从厕所里扑了出来。我向旁边一躲，就听孔亮啊的一声摔在了地上。有鬼！有鬼！孔亮连裤子都没提好，在地上扑腾了半天都没站起来。我伸手把他薅了起来，转身走到厕所门前。这间旱厕不大，就一个坑位，坑位还有个单独的隔间。隔间外面放着水桶和脸盆，看起来是给人洗手的地方。只是光线很暗，最上方有一个小窗，几乎透不进什么光。刚刚就在这儿有人站着。孔亮慌里慌张地指着水桶前面的地方，那里正对着坑位隔间的小门。我还以为是也要上厕所的，就让他去外面等。结果他不动，我就骂了他2句，然后我就打不开里面的门了。哪里有人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。我没告诉孔亮，刚刚外面的门都是我用脚踹开的，除了他，根本没有人从里面出来。孔亮见我不接茬，气势汹汹的要去找饭馆老板算账。可等我们从菜园出来，外面却一个人都没有。柜台后面还摆着酒水，抽屉里还有现金，正是大中午的时间，这间饭馆却四处漂浮着淡淡的灰尘，静悄悄的听不到一点人声。孔亮刚开始还大嗓门的吆喝2句，后来就逐渐把骂声都吞回了喉咙里。走吧，别耽误时间了。我领着孔亮出了饭馆，回到我们的车上。车子缓缓穿过这座小小的县城，路上连行人都很少，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坐在自家的屋檐下，视线一直随着我们的车子移动着。等终于上了大路，孔亮才像又活过来一样开始嘴贱。哎，你说我刚才是真遇到鬼了吗？真遇到我也不怕，老子命数跟你们都不一样，算命的都不敢给老子算。孔亮也不管我搭不搭理他，就开始瞎编乱造自己的光荣历史。我有一哥们干殡葬的，天天跟死人打交道，我去他那儿待过好几天，晚上什么动静都有。我跟你说，什么鬼啊，混啊的都没有人可怕。我另一个哥们吓得不行，差点尿裤子。我们开过一条隧道，视线一下闭塞了起来，两边都是山，眼前只剩下一条路。孔亮拿出手机一顿拍，直嚷嚷着风景不错，让我开慢点。到了下午3点钟左右，四周突然暗了下来。孔亮直皱眉，这才几点啊？这边不是都6点多天才擦黑吗？突然一个急切的刹车声从我们侧后方响起，好像是一辆车控制不住朝我们撞过来了。孔亮慌忙拉住安全扶手，捂住脑袋，可半晌过去，连个车影子都没见到。怎么回事？孔亮来来回回的瞅，这条道上目前只有我们一辆车。你没听到声音吗？孔亮瞪着我问。刚刚过了中午，马路被大太阳晒过，沥青膨胀，什么声音都有。我只是冷静地看着前方。
孔亮切了一声，靠回椅背。没过一会儿，我们转过一道弯，看到了一段被撞毁的护栏，有点漆黑的路面上还留有一道明显的刹车痕迹。孔亮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咕咚咽了口唾沫，转头看了我一眼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车祸而已。这种转弯多、视线又闭塞的路上太常见了。我们又开了1个多小时，外面的天几乎全黑了下来。没一会儿，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。这场雨下得特别急，几乎瞬间就遮盖了我们的视线。我马上降了速，把前后的灯都打开了。这雨却下得就像天漏了一样，雨刷器都刷不过来了。可前面的路却是一个弯接着一个弯。我几乎把车速降到了最低，也幸亏这条路刚开不久，本身就没几辆车在走。孔亮也有些紧张，难得不再多嘴，一直冲着窗外看路。突然，路两旁慢慢走来一些人，有的穿着雨衣，有的举着雨伞，大雨里都看不到脸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照理说，这条路中间没什么岔路，两旁都是山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？是不是前面出车祸了？孔亮声音很小，我了解他，这是他害怕的表现。这时候要是再不让他说话，他就更紧张了。说不定这雨太大了。我回答他，仍然慢速行驶。一开始还好，出现的人都在路两旁，没有上高速。但渐渐的，有一些人越过了高速护栏。那些越过高速护栏的人不再向我们迎面走，而是转了身，开始跟我们同一个方向向前走。这些人干嘛？孔亮往下缩了缩，有病吧？出车祸报警啊？跟着我们干什么？我们又往前开了一会儿，雨有些小了。那些跟着我们的人被我们甩出了一段距离，突然前面有人开双闪。等我们逐渐开近了，孔亮抻着脖子往那个方向看，是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，看起来似乎是司机的人，正站在车后面向我们摆手。这人没看到后边那些怪人吗？我们要不要停车啊？孔亮转头问我。你把车窗打开，问他想干什么。我向孔亮道，肯定是想让咱们帮忙呗。孔亮念叨着，还是打开了车窗，朝那个司机喊，哥们，要帮忙吗？那个司机站直了，冲孔亮说了一句什么，可也不知道是他声音小还是雨声大。孔亮问了半天也没听明白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光看得干张嘴了，就不能再大声点？我们的车径直开了过去，那个司机还是站在原地，并没有那种急着拦车的紧迫感。孔亮皱着眉关了车窗。大概半小时后，雨更小了，我们又看到了路前方有人开了双闪。怎么又出事了？孔亮扒着车窗往前面看，结果等我们开近了，他整个人抖了起来。哥，怎么还是那个人啊？我转头向外看去，果然还是那辆黑色轿车，还是那个司机。只是有一点不一样，那辆轿车变破了，车窗都碎了，车尾灯也不见了。那个司机还站在那儿摆手。孔亮不敢看了，整个人缩在了车窗下。快点开，快点开，这他妈不对劲儿！我直接开了过去。此时已经快5点了。孔亮打开手机看着地图，嘴里不住地嘟囔着，是不是鬼打墙啊？不对，咱们再往前走啊！这他妈怎么回事啊？冷静点儿！我对他道，你别忘了，咱们在冲煞。孔亮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握着手机的手都有些哆嗦。就在这时，前方又亮起了双闪灯。孔亮立刻捂住了脸。我向窗外看去，果然还是那辆车，还是那个司机。只是这一次，那辆车更破了，连车顶上都是凹痕。那个司机身上也变得破破烂烂的，脸上开始流血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你就打开车窗再问问他，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你疯了？孔亮呼吸都急促了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不知道啊？你想搞死我是不是？我偏头瞪了他一眼。你要不照做，我现在就把你踹下去。孔亮被我噎了一把，焦躁的直咽唾沫。很快，双闪灯又亮起来了。我催促着孔亮打开车窗。这一回，我又放慢了一些车速，
外面冰凉的雨滴飘了进来，雨可能快停了。孔亮抖个不停，他也不敢仔细看的那个司机，被我狠狠推了一把后，哑着嗓子喊道：“你到底要干嘛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大点声！”这一回，那个司机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，他的喉咙里可能被血堵住了，吐字有些含糊，但仍然能辨认。他说：“不要在雨里停车，不要让他们上车。”这一回，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就剩个车架子了，车身上还长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植物。那个司机已经衣不蔽体，头也瘪进去了大半。孔亮大张着嘴回头看我，他说不让谁上车，他什么意思啊？我慢慢提起了车速。此时后视镜里那些走在高速两边的人已经追上来了。晚上9点，我们到了师傅出车祸的地方。此时雨还是没完全停下，细细的雨丝飘在路上，一段被围起来的路面残破不堪，护栏外还能看到一盏破碎的车灯。好不容易坚持到这儿的孔亮，此时却怎么都不肯下车了。那些怪人都还在后面呢，你疯了吧？你想杀了我是不是？你怕什么？你爸在这儿！我冲孔亮吼道。他在这儿又怎么样？他不还是死在这儿了？我抬手就给了孔亮一巴掌。你爸为什么来这儿？你以为他是干什么来的？是我害了我爸，我是废物。孔亮被我打得脸颊迅速肿了起来。那我也不下去。要去你去，你们都能耐，你们还逼我干嘛？我就不下去。我见光说没用，干脆自己下了车，转到孔亮那边打开他的车门。干什么？你别逼我！孔亮见我来拽他，立刻疯了一样的蹬腿儿，然后企图跑到车后排去。我按住他的腿，上了车门，抓住他的胳膊，不管他杀猪一样的嚎叫，硬生生把他拖了下来。你不是一直觉得父母欠你的吗？你不是一直觉得自己特了不起吗？我把孔亮按到马路上，那你今天就体验体验，看看你爸是怎么为了你把命搭上的。我不干，你放了我！孔亮拼命挣扎，无奈他力气太小，被我死死按住，一动不能动。你今天要是不干，老子就把你扔在这儿！我拽起孔亮的后领子，让他歪过头来看着我的脸。你以为我为什么非要带你来喊魂？我早就打定主意了，你今天要么跟我一起把师傅带回去，要么你就以后留下来陪他。反正没了你，师娘和孔姨以后的日子还能过得顺当点。孔亮被我的脸色吓到了，他哆嗦着点了点头。我知道了，哥，我不敢了，我听你的。我把师傅的牌位给了孔亮，让他捧着，然后我打幡烧了纸钱。晚上9点半，喊魂开始。爸！我抬腿踢了孔亮一脚，先喊大名。孔亮被我吓得一蹦，赶紧转头喊道：孔甲，甲辰年4月8日生人，今突遭横祸，长子孔亮，徒弟龙长洞庆魂魄归来，家在东北方，长明灯指路，莲花铺街。念完喊魂词，我打着招魂幡，带着孔亮在那条路上来回走。我们要走满999步，边走边喊。孔亮喊着喊着，眼泪就流下来了，哭腔也忍不住了。他说：爸，回来吧，爸，我来接你了，爸，我错了。我抬起头，看着黑漆漆的天空，也跟着喊道：师傅，回家了。雨突然又下大了，我们已经快走到最后了。而这时，周围的气氛也变了，山林里窸窸窣窣的声音慢慢都听不到了。高速路外的山坡上出现了一些黑乎乎的、看不太清楚的影子。孔亮又开始控制不住的发抖，他频频看向我。我低声道：继续走，还有最后100步。山中冷风吹起，我手里的招魂幡不停抖动。我死死攥着杆子，脚步不停地带着孔亮往前走。孔亮喊的声音时高时低，他实在太害怕了。我只能帮着他喊：孔甲，魂魄归来，家在东北方，长明灯指路。这时，一直跟着我们的那些怪人又一次追上来了。孔亮一下停住了脚步，我回身抓住他的手臂，继续往前走。
最后30步，最后20步，那些山坡上黑乎乎的影子也开始往高速路这边聚集。一阵阵阴风吹来，把招魂幡的杆子都吹弯了。孔亮嘴里已经不知道在喊些什么了。他一会儿爸，我错了；一会儿哥，我不敢了。终于，最后一步走完，那些怪人已经走到了我们车灯的范围内。我一直打开的车灯开始频频闪烁，最后啪的一声灭了。那些仍然打着伞、穿着雨衣的怪人速度突然快了起来。我推了孔亮一把，喊了一句上车，然后抽出腰间的打魂鞭，空气里啪啪啪3声响。路上那些怪人一下全不见了，但我感觉到一股阴寒至极的气息，好像直接穿进了我的身体里。不过打魂鞭响，高速路外的东西没赶上来。我几步窜回了大车，孔亮自己爬了上来，连车门都差点没关上，但好在他没把我师傅的牌位扔了。我启动车子，掉头上路，眼前却突然一黑，耳旁传来一阵惨烈的尖叫和砰砰砰的砸车声。我恍惚想起之前路上的那辆黑色轿车，它浑身凹痕，那不是车祸造成的，那是被人砸成那样的。从前在偏远地区，总有那样拉帮结派的恶徒在大雨中拦车抢劫，事后把人和车往大山里一埋，多少年都没人能发现。哥，孔亮在我耳边叫我，我能听到，但我就是看不到。我喊孔亮，让他握方向盘，可我没听到他的回应。我单手去抓打魂鞭，打魂鞭明明就在我手边，这时候却怎么都摸不到。突然，一阵刺眼的光照进了我的眼睛，我一下能看到了，这才发现我的车眼看着往高速旁的山体撞过去了。孔亮根本没听到我的话，正抓着车门大喊大叫。我猛地一别方向盘，车子擦着护栏调转了方向。我抓起打魂鞭，从我头顶往后狠狠一打，又是啪的一声，我的车子安全上路了。临走时，我又下了一次车，把师傅那盏遗留在护栏外的破车灯捡回来了。之前照到我眼睛的那束光，似乎就是他发出来的。我师傅没了以后，那辆跟了他10几年，他怎么都没舍得卖的大车也报废了。现在剩下的可能只有这盏灯了。孔亮回家就病了，高烧39度。饶是这样，他也坚持着跟我们一起把我师傅下葬了。我不知道这次经历会不会改变他，但我想总会在他的人生里有一些影响吧。师傅下葬后，我也开车回了家。到家没几天，我接到了魏章的电话。魏章告诉我，他已经彻底好了，现在药都不用吃了。他也找人问了玉和东陵峰的事。他说东陵峰以前产的玉质量并不好，可能因为是红土的关系，玉里面有血丝。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有些阴阳先生说，这种血金玉最适合给亡者做口含玉，能积功德，保佑下辈子升官发财。后来附近很多人都开始推崇东陵峰的口含玉，很多老人总惦记着给自己也准备一块，不少偷偷跑到东陵峰，想着哪怕能捡一块边角料也行。但也有些人觉得自己这辈子没做什么积德的事，估计就算有口含玉，下辈子也享不到什么福，所以就又升起了养玉的买卖。魏章的那张黄表纸就是被人拿去养玉的，目的就是把魏章的功德转到玉上，再拿给别人用。魏章说到这儿自己都笑了。当初东陵峰大石头遍地，四处都是黄表纸和红绳，屡禁不止，直到整座山被人炸平。我跟魏章聊完这些，魏章才告诉我，是他的一个发小把他的生平卖给了别人，就为了2万块钱。电话里，魏章长长的叹了口气，他说，龙哥，我本来都心寒了，心想以后再也不做好人好事了。但我后来又一想，不做好事就不会被人害了吗？可能正因为我做了好事，我才能梦到那块石头，才能遇到你。所以好人还是有好报的，对吗？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